清晨，天色迷蒙，细雨如丝。远处的别府塔在薄雾中若隐若现。酒店旁的铁道线上，列车依然准时飞驰，本地电车也缓缓进站，井然有序。今天我们在酒店餐厅用早餐，第一道便是大分特产别府团子汤。团子汤是大分县别府市的乡土料理，将扁平的小麦面片放入以味噌调味的汤中慢煮，配以当地蔬菜、芋头和肉类，味道浓郁，暖身又暖心。搭配的是一尾日光晒制的竹夹鱼干，这也是大分特产，经过特别腌制与网烧，咸香诱人。还有香滑的蒸蛋与明太子。另一道不可错过的是大分特产琉球，一种用当季白鱼自制酱腌的乡土料理，口感绵密柔滑。另一份早餐则是选用本地新鲜海鲜制作的奢华海鲜桶盖饭，铺满了生鱼片和琉球鱼片，鲜美十足。享用过丰盛的早餐，我们来到别府站西口的公交站，在1号站台搭乘36路巴士前往汤布院，又称游步院。这趟车直达终点，车程约1小时。当巴士行至双峰耸立的游步院时，窗外景色豁然开朗。这是一座活火山，因地质活动植被稀疏，反而让山体轮廓显得格外壮阔。细雨依旧，路上竟偶遇一只横行的螃蟹。我们在金陵湖附近提前下车，从这里步行过去更近。这是什么球啊？柿子啊！路旁是一棵柿子树，果实已挂满枝头。เป็นซิมอน。这棵枫树的叶子刚刚开始转红，在雨中格外鲜艳。很快，我们便走到了静谧的金陵湖。金陵湖因湖底涌出的温泉水与表层冷水交汇，在秋冬清晨常形成梦幻的雾气，氛围空灵神秘，非常适合拍照与静心感受。金鳞一指金鱼，传说在晴朗时，湖面会如金色鱼鳞般闪耀，不过在今天的雾霭中，是无缘得见了。湖水常年温暖，清晨来此漫步，看蒸汽与云雾缭绕，彩叶点缀其间，别有一番宁静之美。雨滴不断落在湖面，激起细碎跳跃的光点。矗立湖中的鸟居被雨帘轻抚，更添古朴幽邃的日式风情。湖畔的天祖神社规模不大，却古雅庄严。传说天祖神为无处可去的龙神保留了此湖，龙神则允诺涌出清泉守护此地，因此这里被视为能量汇聚之所，吸引许多人前来祈愿。五彩的小雨伞在街巷中流动，绵绵细雨挡不住游客的热情。漫步商店街，心情依旧明朗。猫头鹰啊！爸爸，你要去哪里呀？我带你去看不到。从金陵湖步行至游步院车站，全程约1.5公里，是一条热闹非凡的观光街。汤之平街道从车站一直延伸至金陵湖，沿途汇聚了无数美食、手信、杂货与主题小店，适合放慢脚步，感受温泉乡的闲适与山景之美。在
在细雨蒙蒙中，我们走到了商店街的起点——由布院车站。车站建筑以黑色为基调，由大分县出身的建筑师姬其新设计。我们临时调整行程，搭乘列车前往大分市，车程约50分钟。この列車の指定席は1号車、2号車と3号車です。自由席は4号車と5号車です。この列車では車内販売や自動販売機はございませんのでご了承ください。沿途乡野风光，宁静优美。大分站铁轨交错，是一座十分繁忙的车站。Oita Train Station 前面的大广场巴士车站。我们先逛了逛大分最热闹的商业街，接着便前往一家绿茶甜品店。途中经过光熙寺，被其雄伟的山门吸引，驻足片刻。他看到玻璃的东西，他撞进去嘞。偶然抬头，不知这只老鹰在凝望着什么。同一个地方，还是那边有小鸟？可能是它吧，它的小鸟。前方就是目的地，这里的宇治抹茶风味浓郁醇厚，配料扎实，红豆馅尤其美味。甜，完全不甜的。不甜，开始混哦。店内充满复古情调，氛围温馨。漫步回到大分站，又到了晚餐时间，点了琉球茶泡饭与炸鸡套餐，可以尽情享受鱼肉、鸡肉与茶汤交融的鲜美。这是什么？鱼肉。琉球依然是大分特色的腌鱼风味。全部全部。お家でシーウィード。これもあります。OK。另一份是特大炸鸡与牡蛎天妇罗套餐，分量十足。今天天空彻底放晴，湛蓝如洗，白云舒展。早餐是酒店提供的自助餐，菜色丰富，可尽情品尝大分地区的特色料理。一定要试试的依然是琉球腌鱼片。还有用温泉蒸汽烹制的地狱蒸料理。早餐就能享用到令人愉悦的炉端烧烤烤鱼，香气扑鼻。使用别府温泉水特别制作的汤豆腐，口感滑嫩。明白锅还有鸡蛋，还有拉豆，这个是这边的特产的鱼。这里的鱿鱼片格外肥美，超级好吃。那个也不是蛙蚣，双蛙蚣。去到米霞的最回家，最早回家，甜啊！享用过丰盛的早餐，我们就要告别别府了。先搭乘列车至大分站，再转乘前往由布院。特急ソニック9号大分行きです。
This train is Iconic Limited Express. The next station is Ota. 列车行驶在9大本线上，穿过一个个田园小镇，风景宜人。抵达邮部院站，我们仿佛依依不舍地目送列车离站，旅客散去。穿过检票口，走出车站，眼前是一条笔直热闹的商业街。远方巍峨的邮部岳清晰可见。车站前就是巴士总站，36路巴士可直达别府站，交通非常便利。车站内外都设有投币式储物柜，使用简单。走进附近小巷，还能找到更实惠的寄存柜。已經追啦，到7,000嘅我至尖袋。中午，我们在邮部院品尝最受推荐的丰厚牛与邮部院鳗鱼的马步式料理。对，这是一种源自名古屋的特色吃法，将米饭与食材分3层享用。餐前附有多样开胃小菜，鸡蛋、秋葵、豆腐、山药泥、海苔、芥末等。呀，对。 beef sauce. This is the dill sauce. 这是酱油，这是油猪，哇，油猪的胡椒粉诶，油猪胡椒。This is 腥味，哦，炸酱面，这个是wasabi. This is 应该是胡椒花什么什么之类的吧，自然。你要拿一下牛好吗？牛。第1层是鳗鱼壳，选用九州鳗鱼炭火烤制，香气浓郁，肉质紧实弹牙。第2层是酱油浸丰厚牛肉，选用大分县产的丰厚牛，以炭火慢烤锁住肉汁，呈现和牛的原味。搭配腌菜口感更佳。若佐以柚子、胡椒，风味更显独特。在邮部院，还可以乘坐观光马车，从 JR 站出发，悠闲欣赏邮部岳与田园风光。今天天气格外晴好，我们决定沿着西边步道散步前往金陵湖。溪中水压成霜，悠闲自在，令人羡慕。漫步溪畔，静观双峰邮部岳，田园景色纯净自然，溪流清澈见底，可见鱼儿溪游，诗意而宁静。一只白鹭伫立水中，纯洁高雅，全神贯注。看它精准捕捉小鱼，这顿午餐想必也很丰盛。我们继续朝金陵湖走去，秋色渐浓，令人心旷神怡。蓝天白云下，午后金陵湖面如镜，倒映着四周景色，宛如画卷，迷人至极。此时阳光正好，可清晰欣赏周围郁郁葱葱的自然风光，以及它们在水中形成的美丽倒影，让人身心放松，沉浸在这片宁静之中。夕阳西下时，主街尽头的邮部岳被染成一片金黄，
这便是著名的黄金由布院之井。暮色渐沉，我们即将搭乘由布院之森列车返回博多。由于列车稍有延迟，窗外已是夜色。车上设有小卖部，可购买纪念品与轻食。由布院之森车内装饰温馨，充满度假氛围。这个800-900元呢，就是要买这边的吗？在车上买一份水果三明治，配一杯柚子饮料，虽无窗外风光，旅途依然惬意。free 的，用韩国跟谁的？哎，为什么我在那边他没有陪我嘞？抵达博多站，在告别这列富有情调的火车之前，再为它留下一张最美的身影吧。今天一早，我们来到博多站，准备搭乘新干线前往熊本。离发车还有20分钟，先到站内的自动贩卖机看看有什么可买的。哇，选择还真不少。对面月台是开往东京的新干线，车身真的好长好长。博多站的新干线月台十分繁忙，我们身旁刚进站了一列特别设计的列车，原来是海贼王主题新干线。哈哈，不知它能不能带大家去寻找传说中的 One Piece， 成为下一代海贼王呢？我们要坐的新干线也即将进站了。列车特别长，所以在站台上一定要提前确认车厢位置，以免来不及上车。这是开往鹿儿岛中央的列车。我们在熊本站下车，从博多到熊本约100多公里，乘坐新干線仅需30多分钟，转眼即达。一到熊本，刚出车站，一只脸颊红扑扑的大黑熊就在迎接我们了。这边也这么大力耶！车站里展示着巨大的稻草捆，这是熊本县玉名市著名的玉名大田园祭的象征。祭典上人们会滚动重达1吨的稻草捆，场面非常热闹。稍作休息后，我们准备搭乘阿苏南海列车前往阿苏火山。从熊本到阿苏车程约1个多小时。阿苏南海每天通常有2趟往返班次，所有座位都是指定席。这列由 JR 九州运营的特色观光列车，以充满童趣的设计和沿途壮丽的阿苏火山景观而闻名。它的名字融合了阿苏与游玩之意，尤其适合亲子旅行。吉祥物小黑在列车上随处可见，可爱又治愈。看那个小孩子的。列车内设有家庭车厢、亲子座、小型游乐场和咖啡馆，乐趣满满。公共休息室里配备宽敞的沙发，面朝车窗的长椅，让人放松身心。车厢内外一共藏着101只不同形态的小黑，等你去发现。
列车两端还设有全景坐席，可以尽情欣赏阿苏地区开阔的自然风光与火山地貌。途经立野站时，可以看到这里是丰肥本线与南阿苏铁道的交汇点，采用之字形折返线路。列车进站后会倒车驶出，在不远的道岔处转换轨道，再继续前进。阿苏男孩列车上还设有一个特别的躲猫猫小空间，让你短暂藏匿，享受私密时光。另一个对座是长椅区，适合和朋友面对面聊天，同时欣赏窗外流动的风景。阿苏站到了，大部分旅客都在这里下车。许多人仍依依不舍，目送阿苏男孩缓缓驶向下一站。阿苏站前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这位漫画角色乌索普。他出自《海贼王》，是草帽海贼团的狙击手。虽然性格胆小，却始终梦想成为勇敢的海上战士。你这样可以吗？站前广场上这个牌子的割草机，看起来效率很高呢。阿苏站前设有巴士站与售票处。前往火山口最直接的路线就是搭乘阿苏登山线巴士，从车站直达阿苏山上总站，车程约35分钟。巴士盘旋而上，窗外的草原越发辽阔，景色也越来越壮丽。途经草千里，一片广袤的高原湿地，可以远眺乌帽子岳的优美轮廓。下一站是草千里阿苏火山博物馆前。对火山博物馆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此下车参观。抵达阿苏山上总站后，还需换乘短驳巴士前往火山口观景台。With other credit cards, please tap your card. 这里就是火山口巴士站，下车后步行不远就能接近阿苏火山口。火山口周边设有多个混凝土紧急避难所，供火山活动加剧或气体浓度升高时使用。熊本县的阿苏火山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口之一，以壮观的火山地貌与翠绿色的火口湖闻名。游客可近距离感受活火山的磅礴气息，建议佩戴口罩，因为火山释放的二氧化硫气体浓度较高，且带有刺激性。火山口一侧设有斜坡步道，通往更高的观景台。观景台虽不算高，却已是山顶的制高点，其下一层类似安全屋的结构，提供庇护功能。登上观景台顶层，可俯瞰阿苏火山口的全景，景象震撼，烟雾缭绕，仿佛能感受到地球深处的呼吸。
另一侧能眺望连绵的山脉，上山的公路如丝带般蜿蜒其中。换个角度，这就是通往观景台的步道。参观完火山口，我们搭乘巴士下山。本车开往阿苏山上东站，下一站是终点阿苏站前。如果想深度游览阿苏，车站附近有几家不错的住宿可供选择。阿苏站前也有多家优质餐馆，用餐十分方便。ホットケーキは飲み物は何にしますか？不要加奶，就不要加奶。这份套餐性价比很高，简单而美味。まもなく列車が参ります。危ないですから黄色い線の内側へお下がりください。回程的阿苏南海列车依然人气满满，看看大家举起的手机，就知道它有多受欢迎。黄昏前，我们回到了熊本。眼前的熊本车站雄伟而现代，从车站打车前往熊本城。Japan subarashi。ありがとう。今晚，我们将在一轮圆月的陪伴下，欣赏名为“云上之熊本城”的梦幻灯光秀。云上之熊本城利用古井水制造出日本最大规模的人工云海，让熊本城宛如悬浮云端，呈现壮丽奇景。夜火流动的灯光则结合音乐、激光与探照灯，演绎流水意象，为天守阁轮廓染上动态色彩，画面生动而富有诗意。熊本城天守阁目前对外开放，由一大一小两座塔楼构成，内部设有现代化展览，介绍熊本城的历史与震后修复历程。屋脊上的虎瓦、虎头鱼身的装饰，为其朝天扬起，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登上天守阁最高层第6层展望台，可360度俯瞰熊本市景。天守阁外观为3重结构，内部实为地上6层，地下1层。游览时一般需步行爬楼，电梯主要供有需要人士使用。秋季熊本城际举办的城之灯火，以精雕竹灯笼柔和地照亮古城，为秋夜增添温暖氛围。游览结束后，我们返回熊本车站。车站旁的动漫商店前，立着等身大的海贼王角色雕像，栩栩如生。熊本站内聚集了许多日式餐厅，我们就在这里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吧。牛肉，这个是吗？这个是鸡肉，这个是名家小菜。晚餐后，正好准时赶上返回博多的新干线，为充实的一天画上句号。九州新幹線もご利用ください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電車は桜
です。